中共四中全会官宣10月召开，但一场暗流汹涌的权力风暴正在北戴河悄悄发酵。外媒直言，习近平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消退。有爆料称，张又侠已夺走他的枪杆子，中共元老更准备最后一击逼他下台。习近平还能赖在主位上吗？这场权斗将如何收场？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潇。中共已官宣四中全会将在10月召开，尽管没有确定具体日期，按照以往可能会在10月中旬。一般来说，中共历次全会的内容通常是：一中全会一般是选举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政治局常委以及决定中央军委委员成员等；二中全会则在全国两会换届前召开，主要讨论新一届国家机构的人事问题；三中全会则在二中全会当年的第4季度召开，一般讨论重大决策，最受人关注；四中至六中全会在此后每隔1年的第4季度召开，审议当年各种事务，议题基本围绕经济、三农、党建、行政体制改革等。七中全会一般是下一届代表大会的预备会。时评人周晓辉在大纪元撰文指出，中共在四中全会讨论重大人事变动早有先例，如1985年9月召开的中共12届四中全会，除了通过中共第7个5年计划草案外，还讨论确定了进一步实现中共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会议决定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等131位政治老人不再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等职。1989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镇压6·4学生运动，那年6月召开的中央13届四中全会决定撤销反对镇压学生的赵紫阳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第1副主席的职务。全会还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通过了一系列人事安排。显然，过往的四中全会不但能更换领导，还包括更换总书记、军委主席等重要位子。其实，中共内部的权斗连外媒也注意到了。7月31号，德国新苏黎世报的一篇题为《其的影响力正在消失》的评论说，这位中共总书记在2023年第3次当选国家主席，公然破坏中国的宪法秩序，作为对毛泽东残酷统治的反思。此前宪法规定该职位最多只能连任2届，绝大多数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此时达到权力巅峰。开启第3个总书记任期的过程中，习近平在2022年10月的20大闭幕式上，当着全世界的面羞辱了他的前任胡锦涛。当时胡锦涛在看到习近平拟定的人事安排时，神情震惊，因为他所属的改革派阵营中没有任何人得以进入权力核心。然而近几周来，胡锦涛显然又重新返回了政治舞台。热衷北京政情的专家们认为，这是习近平路线不再毫无争议的明显信号。5月19号，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双双发表文章，强调了胡时代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等治国理念。这显然是对习近平定于一尊式执政风格的公开叫板。习近平将自己的思想写入宪法，并使之成为全国从小学生到法官必须学习、不可质疑的内容。党媒如此高调地为胡锦涛的公开平反，显然不可能符合习近平的心意。新苏黎世报客座评论作者 Alexandra Kohlak 写道，除了胡锦涛的意外复出之外，其他被解读为习近平大权旁落的迹象还包括党内人事的微妙变化、军队内部的整肃，以及习近平本人神隐多日等等，不一而足。评论写道，在极度封闭的中共政治体系中，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信号与复杂派系斗争的背后。人世间，任何人的权利都有终结的一天。习近平自2012年进入中共权力核心这10几年来，将中共一党专政的体制打造成他一人独裁体制。习近平打着改革的旗号，一切向左转，对外大搞战狼外交，跟美国叫板，扩大声势，大搞金砖国家外交，并试图用金砖货币取代美元，与美国抢夺话语权，
打破原有的世界秩序，争当世界第一。习近平还借用一带一路，到处大撒币，大搞金钱外交，想让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扩张到全球。这一系列不顾民生的策略，将中国经济开放政策几十年的红利打了水漂。习近平一系列的政策失误，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尤其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严苛的清零政策引发民怨和抗议活动，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更使无数中国人血本无归，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与此同时，青年失业率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要求他为这一切担责的呼声不断，习近平的权力也出现了不稳。尤其是2024年7月，中共3中全会传出习近平中风以来，张又侠实际上已经清理了习近平军中嫡系31军的所有高级将领，包括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和中央军委第2副主席何卫东2名中央军委委员。除了中共的正规军队，张又侠也已经实际控制了中央警卫局、全国武警部队、公安部特勤局等。可以说，张又侠不仅剥夺了习近平的枪杆子，而且也正在剥夺习近平的刀把子。习近平以掌握了军权的张又侠势同水火，但从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例会的内容来看，会议并没有公开清算习近平的军中亲信苗华的罪行，也是习近平不想在4中全会交出权力的信号。其实对习近平最后一击还不是来自北京，而是来自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川普周四签署行政命令，从8月7号起，美国将对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41% 不等的对等关税。川普目前已经跟主要的盟友英国、欧盟、日本、韩国、澳洲等国签订了关税协议，跟亚洲的越南、印尼、泰国、柬埔寨等国也签署了协议，其他国家也指定了关税，跟台湾的关税暂定 20%， 相关的谈判还在进行中。川普已经用既定的关税整合了新的贸易秩序和贸易伙伴圈，唯独中共还在玩拖字诀。川普对中国的关税暂时还没有宣布，但中共又是用稀土卡住美国的脖子，又是想联合欧盟等其他国家共同抵制美国的种种花招，能逃过川普的火眼金睛吗？川普的关税靶心直指金砖国家，核心金砖国家巴西被征 50% 的关税，而南非被征 30%， 即使准盟友印度也被宣布征收 25%， 远高于现有的 2.4% 的水平。另一个金砖核心国家俄罗斯则早因发动俄罗斯战争而遭到欧美的毁灭性制裁。中共的整个体系终于醒了，他们也看到了，不能再让习近平坐在台上了。习近平每一次对美国的强硬，都会招来川普更严厉的打击。这么搞下去，美国就要打上门来了。中共政治局会议的同时，北戴河那边一件事已经悄悄定下来了，准备强制习近平退休。你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